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随机拿一块肤色粘土，就给它控制在4.5厘米到5厘米之间就可以了。其实这种的话，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只要你不做的长的夸张、短的夸张，其实都是 OK 的。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误差的。先给它搓成一个小长条，长度的话呢，差不多控制在一个粗细程度的话呢，差不多给它控制在一个7毫米左右吧，6、7毫米左右的一个粗细程度，不要太粗了。我好像看哪个学过来着，他做的胳膊好像有点偏粗，咱们要稍微做细一点，慢慢的搓。你总不能说你的胳膊比腿还粗，那就不好了啊。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粗细就是6、7毫米左右就可以了。你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个案例拿过来去对比一下，看一看它放在这个胳膊上面会不会觉得很突兀。被你猜对了。我把它给扣起来，给它再搓一搓。好，差不多就 OK 了就是这么个粗细，就是6、7毫米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把镜头给大家就稍微拉大一点。Hello 苏一薇。画质还把头发绑到一起了，他让我看了，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这咋还给时尚的不行，头发还扎到一起了？他说是因为头发做的太乱了。好，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做它的这个就是手掌的部分。手掌的话，咱们差不多给它做成一个，我给你们看看差不多手掌的总长度给它控制在一个1.2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就 OK 了。所以说咱们在按压的时候，差不多在这个就是7、8毫米左右的地方给它按压，就是你的这个手掌差不多是一个7、8毫米的长度，然后你到时候手就会越做越长，越做越长。差不多快1厘米了，从指尖到它的这个手腕的这个区域这个大小的话，咱们也是需要变通的，一边做一边去修改它。好，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的手腕的区域是在这个边缘往下1毫米的这个位置，简单的去搓一下。Hello， 小范。好，等一下我把手做完之后再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我有点脑袋反应不过来了回答了你们，我怕我翻车了。好，这个的话呢是咱们的这个手掌的一个大小，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来做的是这边的这个手掌，所以说大拇指的话是在这个地方修剪的，你们也看了很多了，这个就不多说了。首先的话，我们还是在老地方就是1/2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就是整个手掌1/2稍微偏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斜着先给它去剪一刀，然后我们再稍微竖着给它剪一刀，把多余的给它拔下来，然后这个时候用压痕刀工具处理一下。好，把刚才你修剪的那些就是有修剪痕迹的地方全都要给它去抹平，同时把其余的这4根稍微抹薄一点就 OK 了。然后可以拿了一个棒针工具，把这块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吧，把这个指缝的地方。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把它的这个动作给它做出来，这样的话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我们之前还是一模一样的。哎呀，我这个棒针不太好，我这个棒针尾巴是尖尖的，不是圆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拿一根玩棒工具了。推一推这个手掌慢慢就推出来了。如果大拇指和其他手指不是一体的会好看吗？
这个也有这个的做法，这个你们到高阶课的话会学习，因为这个的制作的话呢，咱们是分两种的，一种是这种一体的，在一个上面去修剪出5根手指，还有一个是我们在一个上面去修剪4根手指，大拇指单独贴上去，最后进行打磨。这个方法是有很多种的，目前咱们先把这个学透了，以后你们在高阶课上的话再去学那个就是拼贴的那种方法，好吧？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用压痕刀啊。一定要做的就是工整一点，时刻保持我们粘土的一个湿润程度，千万不要让它变干。其实干一点的话呢，也不太好操作啊。干了的话，就是修剪完之后，你那个修剪的痕迹特别明显。哎，我戴了帽子，稍等一下，我摘个帽子啊。没洗头的一天。先大体按压一下，把它均匀的，就是分成几根手指，先简单的分一分，然后把它们的这个指缝地方给它表现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拿出我们的剪刀去修剪就行了。我就是没洗头，我已经2天没洗头了。好，我们进行一个修剪。就你现在，你要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指缝去修剪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的手指头特别粗，所以说要修剪一个这样的，在这个基础上去修剪一个这样 V 字形的这个感觉，会让你的手指形成下面粗上面细的这种感觉。但是你中间那个三角形可不要修剪的太大了。修剪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用压痕刀把它们几个就是稍微分开一点点。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工具上稍微抹一点这个黑桃的这个凡尔赛又来了，好，稍微抹一点散粉，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手指它不容易粘连，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你做着做着，它的几根手指它又粘到一起了，稍微蘸一点这个凡士林，不，呸，我说错了啊，蘸一点那个散粉，差不多了。修剪它们的指尖，就指尖要是不太尖、太尖了、太方的话呢，指尖要太方的话，用你们的手轻轻的稍微在尖端就是捏一捏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差不多还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嘛，指着的一个姿势。所以说就拿出我们的棒针工具不是玩棒工具，因为我之前那个棒针找不到了，也就只有这个棒针了。你就让它这样握着，这样握着，像这样去让它握起来。注意了，是这样子，它这个是呈一个斜坡的，而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呈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比一个靠近手掌。然后你不要这样，就是这个身那么直，稍微弯曲一点点，就是你给它往下拱一拱，弯曲一些就可以了。好，差不多就 OK 了。然后今天的这个手掌的话，它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说我们在手腕的这个地方，它会起一个褶子，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地方，你稍微就是压一个压痕，用我刀的这个背面稍微压一个压痕，然后慢慢的给它折一下，折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粘土都往上拨一拨，
你要是不把粘土往上拨的话，你最后这样一折，折完之后这块的堆积感特别的厚重，就这块你会堆的全是土，所以说你弯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部分的土都给它往上去进行一个拨，都拨到上面，这块看起来就比较干净利落一点了。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长度，从我们刚才压的那个地方啊，手腕的这个地方数一个5个数，差不多是在这个区域。然后咱们的这个袖子的话呢，它是占了一个有2厘米的一个地方吧，快占到一个2厘米了，1、2。先把这个裁掉，差不多是一个5厘米的胳膊。然后我们在2.5厘米，就是中间的这个区域啊。按照我们之前的方法，你别这样按下去就给折过去了啊！给它往左边堆一堆，右边堆一堆，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给它，哎，有这样掰过来的吗？完了，我按反了，我就知道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啊！你们就全当没看见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全当没看见，重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嘛，对不对？然后应该是往上窝的，然后我们给它窝反了，所以说你们以后在窝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它那个正反面啊，千万别像我一样弄反了就尴尬了就。最后的话就是用你的手稍微这样堆一堆，让它的这个胳膊的话稍微尖一点，这个咱们在之前的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就这个样子的，请忽略掉我这块的啊，被我给按回了。小鹿哇哇月宝。有什么忌口的吗？月宝，天哪，你这问难到我了，你真太难到我了，我给忘了他们有什么忌口了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哦，今天我还收到了，好像是文文老师班那个，他们班那个，不知道谁家开了个果园，给我们送的那个猕猴桃。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这块的话可以稍微加点白乳胶。有啥忌口呢？哎呀，月宝好像有忌口的，因为他牙坏了，他在治牙，他忌口比较严重。青蛙嘛，它的忌口是啥呢？我也想不起来了。虽然说住了很久，但是我忘了它不喜欢吃啥了。天呐，那青蛙得气死了。它好像啥都吃。你的手指做长了没事，你只要不长的离谱呢就 OK。就是这样，给它稍微往上掰一掰，就这样的一个造型。它的肉堆积的有点严重，稍微摁一摁。粘土都要往上拨，这就跟那个制作弯折起来的腿是一样的，肉都要给它往上拨。好，接下来的话呢，来治这个胳膊。这个胳膊的话是因为裙子撑了变形了，一定要等它干了之后再粘贴。它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嘛，这样子的，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个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下面开始来进行一个制作。那不现实中的人还有胳膊长手长的呢，更何况 Q 版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天生就胳膊长手长。翟阿姨说最后一节课给我做点好吃的，哎呀，我也就只能听一听你做了啥好吃的啊！我拿它干嘛？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吗？尴尬，看我这脑袋就没有办法分心，我一分心我肯定指定得完蛋。好，还是用刚才的稍微抹一点这个凡士林，我先给它按扁，长度的话跟刚才一样啊，扁一点点，然后再去确定，你要先把它按扁之后，你再去确定它的长度，不然你先确定长度，你再去给它按扁的话呢，最后你的这个手肯定做的比它大。糖醋小排炸小白鱼，还有红，我严重怀疑你是个厨师。你说这些菜一般，按理说正常家庭不会做呀，我们家撑死就是一个鸡腿儿鱼，我们家都不会有什么八爪鱼、炸小鱼，我们家除非谁过生日才会有炸鱼，一般都不会有。
天呐，你这每天的晚饭也太丰盛了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你要给它这样去推一推，跟那个脚一样，就给这推过来，推成这样1、2，成一个直角的一个状态。能教蛙哥教的吗？是什么意思？能教蛙哥教的？兔妹妹，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教蛙哥教的？一定要慢慢的折啊！很多人在折那个脚的时候，你这块都给我起褶子了，那起了一堆褶子，就这种褶子，最好不要啊，慢慢一点。好，给它摆一个这样的一个90度的一个这样的夹角，然后开始。刚才是在这边修剪的，我们现在的话在这边去修剪。啊，交作业呀，你别交到人家那边去。你要交的话，你交到那个就是不是咱们新开了一期嘛？你交到那一期去。你这 Q 版交到人家正笔里面干嘛呀？你交到下一期的 Q 版里就可以了。好，还是刚才的一个方法啊。把这个小尖尖稍微挑一下。啊，没事，你做成蛙哥教的 Q 版就没事啊。有很多同学都教的上一期的都没事，你做出来你就教就行了，你做出来就教就行。啊，一定要把它们都弄得就是稍微工整一点啊，就是尤其是指缝一定要给它调整工整一点。有修剪的痕迹，趁粘土没干，这样哎多戳两下，把它戳的平整一点就行了。要戳长一些，然后我们就是从背面这个部分。这块给它搓细一点啊，把手腕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搓细一些，这个地方可能稍微加点凡士林，这样的话咱们塑形的时间会多一点。差不多压住痕迹。啊，他是说我们这节课的能不能教到上一期蛙哥的？教上一期能啊，这当然能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我听懂了，真的是我要是智障，我听懂了。稍微拨长一些。这个时候抹一点散粉。上一期的通道早关闭了。啊，反正就是不要让这几根手指粘一起，你就加点散粉，它们就不会粘在一起了。就这样子，每一根手指尖尖稍微捏一捏。啊，差不多就 OK 了。可以用碗棒工具，啊，你稍微用一个碗棒工具，用碗棒工具去推一推它这个，啊，
啊，这样的话它的掌心它这里你看掌心的话一般都中间薄，就左右两侧会厚，所以说这个地方会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窝窝，那么你就可以用丸棒轻轻的就稍微轻轻的怼一怼，那它就会形成中间薄两侧厚的一个感觉啊。啊，然后我们这个手的话，它也就差不多做完了，有点像一巴掌呼过去，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接下来的话呢，还是同样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去数5个数，去把多余的一减。手指坐步圆润，这个的话你稍微等我一下啊，然后我们就是确定好，这个不用弯了，这个不用弯了，我们要差不多是，确定好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差不多在2.5厘米的这个地方，轻轻的用手捏一捏，轻轻的捏一捏，把那个大胳膊小胳膊稍微区分一下，轻轻的怼一怼，然后图往下拨一拨，往上拨一拨。就可以了，就轻轻的就可以了，没有啥变化和区别，就是轻轻的按一下，稍微往下拨一拨，上拨一拨就可以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变化啊。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袖子的部分啊，这2条胳膊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好，下面的话给它挤一点那个甘油，我终于是有甘油的人了。我这粘土都粘的不行了，干的不行了，这粘土。正比脸咋翻？你上 Q 版你问正比的事儿，正比脸咋翻？这个在你们的那个古风啊，我今天看了那个晴子的课，他那个古风教素体那一节课。是第1节还是第几节来着？教素体那节课最后有一个教翻脸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啊，你可以去看，你能看回放吗？你应该能，你可以去看一下。到时候你上的话，你也是能够看到的。好，接下来的话，咱们来开始做它的这个袖子。袖子的话呢，就是你随机先取一个粘土，你可以放上去，去对比一下你的这个袖子，它会不会就是太大了啊？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一定要事先去对比一下。录播课有吗？是吗？是日漫的还是古风的？是哪个录播课来着？啊，差不多就是这么个大小，我们取2个等量的。脸模的话呢，翻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正比脸难翻一点，因为正比脸的话，它那个眼睛、鼻子、嘴细节太多了，就是容易翻不出来。啊，古风的，好嘞，你们去看一下古风的录播课啊，里面有教翻脸模。好，我们把这2个小球球给它搓成一个水滴的这个形状。啊，长度的话也是随意的，差不多是一个2厘米的这个长度就 OK 了。然后这块的话别太尖，稍微保持一定的这个圆润的这个程度。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来制作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先用丸棒工具稍微给它戳一个洞啊，稍微给它戳一个洞。这个的话是为了方便放我们的这个胳膊的。好，戳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洞洞了啊，确保它能够放进去我们的这个胳膊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给它这样往上去按压，就是有大的有小的，这样去按压就可以了。长短着结合着去来，就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把灯移开，虽然有点暗，但是不曝光。你就是长短长短，比如说从下面开始，长的、短的、长的、短的、长的、短的、长的，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然后它的这个袖子就
差不多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大致的贴上去，然后去确定一下它哪边是离身体最近的那一边，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它把那个嘎吱窝从嘎吱窝的那个地方开始，嘎吱窝，哎，就是从半路给它往上，还是我们之前学的那个滚压的那个方式，给它就是滚几个长短不一的那个褶子就 OK 了。就这样的2个小褶子啊，你随便滚一滚就行。好嘞，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粘贴。先不用粘贴。然后我们在这个区域差不多给它剪掉一个2厘米的部分吧，剪掉一个差不多2厘米的部分啊，但也不要到2厘米啊，有一个1.5厘米吧，因为有一段的胳膊是要给它插进去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给它全都剪掉了，一定要露出这么长一段的这个胳膊，差不多是剪掉一个1.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放进去。一定要确定好这个，然后粘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胳膊它不能说这样竖着粘的，你要稍微往后去推一推，它的胳膊是稍微往后推一点的，然后推完之后，你的这块的话稍微往内去按压一下。好，它是往后的，是这样往后一点的。哎，我的白乳胶呢？月亮老师很严肃，那不严肃不行啊。然后我们就给它是粘上去就可以了，就是都给它沿着往后的那个方向。看到了吗？沿着往后一点的方向，然后的话，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给它摆动作以及这个胳膊的这个夹角，这样子就 OK 了。然后这里的话，如果给它放一本书的话，这书就不用做了啊，你们之前也学过。做好了书晾干之后，我们给它插一根铁丝，然后呢插在你想要的一个位置里面去，比如说像它的腰部，你看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隔空起来了。你可以把它的手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就行了。好，记住这个书的话，它是一个插着铁丝的一个书啊，插铁丝的书。好，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胳膊的话是要往后的啊，你千万别给我竖着下来的，那样的胳膊不太好看。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一边，哎呀，我另外一边都干的差不多了吧？它戳一个洞，我觉得都已经干的差不多了。萌新咋说拜拜了？腹中一刺，给他的肚子来那么一刀，分分钟切腹自尽。好，我们接下来的话照样啊，我记得我之前上课更活泼，我之前好像带哪一期来着？我之前带那个黑桃那一期，对，一上课就唠嗑，一上课就唠嗑，然后唠的脱堂可严重了，然后这一期就他们就不让我唠了。这一期领导说别唠了，再唠你又脱堂了，然后我就可严肃了。我觉得我比黑桃那一期要严肃很多。啊，这个是差不多2厘米吧，我们这个段也给它差不多切一个2厘米吧。啊，快到2厘米了。你们还没有学微缩是吗？你们快了吧？你们啥时候开微缩呀？加乳糖。对，咱们当时人少，现在人多了，不敢瞎胡来了，就不敢瞎唠嗑了。
这人一多吧，他上课的人多，看回放的人也多。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给它粘上去。要给它粘牢一点啊。这块的裙子特别碍事，稍微往它下拨一拨，装上去。好，也这个的话也是就是往后去拨一拨的，这个就彻底的往后了，往后的可严重了啊！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可以等它干了再去粘贴，不然的话，裙子这块，如果你这个区域它是翘起来，裙摆是翘起来的话，你的手可能会被撑起来，所以说你要等它干了，不会变形了再去粘。啊，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在这上面轻轻的去按一个 V 字形的那种小褶皱，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生硬了。好了。然后小花边的话，看你们要不要加喽。就是这种小花边，看你们想要加吗？想要加的话呢，就是尽量就是在粘贴之前就把它加好，加好之后再去粘。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造型。然后后面的这个小翅膀的话，我们来加一加。它就是这样的啊，手是撑着地的，手是撑着这个地的。啊，把它放在旁边。啊，放在我旁边有个手机大支架，放在这个支架上面就 OK 了。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翅膀的一个制作。不让唠家常，因为大家都害怕唠嗑翻车呀，唠嗑是很容易翻车的。左手干嘛往后？它是就是往后撑的呀。它那个是左手吗？左手，它左手是要撑着的，撑着我们的这个地的，撑着那个地。它是坐着，然后左手撑地，右手拿着书的那种感觉。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动作的话，你也可以两个手都给它翘起来都没关系。等一下加上脑袋就看起来就好很多了。好，做两个小翅膀的这个部分。首先我们的翅膀比较小，所以说月亮海苔特别严肃，这不得一本正经起来吗？一本正经不好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话这么多吗？哎，说实话也是晴子带出来的，也是晴子影响。我以前话可没这么臭，我以前上课你是不知道，你以前估计你很早没有听过我体验课，特别的严肃，板板正正，一板一眼的。我跟你说，我们领导好几次都说我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去给它搓成一个小水滴的一个形状。对，严肃确实是能镇住学生。有时候嬉皮笑脸的话，会给别人一种就是不正经的感觉，就是真的很不正经的那种。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吧？你像那个文飞老师不也挺严肃的嘛，就是那种板板正正的。然后给他们俩就是弯一个这样的小月牙。哎，大美娘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好，就这样的一个小月牙啊。我的那个工具上，我把那个白乳胶清理一下，有点粘作品。然后给它就是按压。厚度的话呢，差不多是一个，就稍微有点厚度吧，是一个2-3毫米左右的一个厚度。
1-2毫米左右的一个厚度，有点太胖了。就是太胖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你看这个就挺瘦的，这个就挺胖的，然后你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一个按压调整。尖端的话稍微尖一点，这个尖端稍微尖一点，让它翘起来一点。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压痕刀工具，在它的这个，你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我们在它的下方啊，下方的这个区域，我稍微把边缘调整一下。就是按压完之后，边缘是这样有厚度的。我们跟那个做头发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边缘都给它，哎，抹的稍微平一点点。然后从中间按压往前一滚，按压往前一滚，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的一个小翅膀的话，这个就差不多做出来了。然后把另外一个弄一弄，翅膀一只蓝一只黄也行啊，这个没问题。直到今天你才知道你有多爱蛙哥，你这深情告白你得让蛙哥看到呀，你得去蛙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有关注蛙哥的账号吗？去他账号里面去说啊，我爱死你了，我爱惨你了。好，这个的话就一定要对称啊！你看这边的话是往这边摁，这边的话就是往这边摁，千万别弄反了。有时候我一糊涂我也会弄反，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那个啥稀里糊涂的，就像我刚才做胳膊一样，稀里糊涂你就做反了。好，然后它这2个小翅膀就差不多给它做完了，你中间可以稍微再往里弄一弄，按一按。好，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贴上去了。这个翅膀有点大。哎，安利呢？哦，在上面呢。月亮被投诉过吗？好像没有哎，我反正有。我记得我之前上 Q 版上那个装饰画被投过。好，夹在他们的这个后方。哎，我当时真的是，哎。我当时真的是冤呐，特别冤，我被投的特别冤，那是第一次，可冤枉了，就是一场误会，老师与同学之间的一个误会。好，就给它按照自己想要的一个造型给它贴好就行。好，这样飞呀飞，飞呀飞，连翅膀都要给它弯到后面去。好，差不多这就是它的一个小翅膀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开始做它的这个头发的这个部分了。然后要拿出我们之前那节课画的这个脸。哎，你看翅膀做多了反而有时候会碍事儿，所以说这个要看每个人的一个习惯啊，每个人的一个习惯。加上这样的一个头发，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把它放旁边，开始做脑袋。脑袋的话呢，还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个黄色。上节课我很明智，我调了一大盒，这样的话就可以与我们的案例上的颜色一模一样了。然后我现在先加点那个，调一下。啊，蛙哥被你妈妈投诉了。哎，这投诉其实都是常事，就每个人有什么意见他都要说，说完之后的话，领导会给我们反馈，然后我们就会再改正，都是很正常的。啊，是吗？让我吃个瓜是吗？是说的这个吗？这翅膀放到背后跟头发不打架吗？这不打起来了吗？你这话说的那不都已经打起来了吗？所以说这个看大家要不要加了。其实我刚才的话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俩就是碰到一起嘛，你看，碰到一起，你看谁也不碍着谁，你看谁也不碍着谁的事儿，是不是？所以说要看你怎么粘，怎么搞。
手指剪出来总是很粗糙，怎么办？是不是因为你看一下你的粘土，如果啊你在剪的时候，你的粘土已经是在半干的情况下的话呢，你修剪的那个痕迹就特别的明显。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比如说我拿一根就是这个头发去举例子，我拿里面的一根给你举例子，比如说我拿这一根，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修剪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你尽量在粘土特别湿润的情况下去修剪，那你修剪的比较粗糙啊，有一些毛边呀，或者是修剪痕迹明显呀，你用这个压痕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辅助工具就可以将它抹平。所以说这点一定要注意，说为什么说做的时候要去加点凡士林啊，就是为了怕它干。豪横大哥，你过分了啊！你真的是你干嘛呢你？你想干嘛？你想造反吗？别啊，这对老师是有影响的。你真的是太害怕了啊！首先我们大体的就是取一个粘土，大体给它就是按扁，就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道理嘛。啊，在这块的话，我还要强调一下，有的同学在制作的时候，他后脑勺我只是强调了这个后脑勺适当的薄一点，因为咱们后面要贴很多层发片呢。贴完发片，整个脑袋是呈圆润的形状的，但还是有很多同学做完之后脑袋就是这么扁，就是这种扁的，从这儿到这儿就没了。我们后面是要饱满一点的，所以说这个厚度的话，千万别太薄了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脑袋要高一点，就稍微要比它的前面的这个颅头要高一点，不然的话你做完之后，你这样去做的话啊，其实做完之后会显得脑袋就是有点不够饱满、不够高啊，尽量稍微高出一点。我们这样粘完之后，它脑袋从正面看，脑袋上面是有一个小月亮的，小月亮。所以说嘛，月亮为什么说月亮老师的课严肃啊？因为他课上的话呢，小年龄段的同学比较多呀，到越往上的话，小年龄段的同学就越来越少了。啊，先揉圆，好，我们接下来将其按压。啊，手就这样按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看按压完之后的话，接下来把手放在我们的桌面，这样轻轻的往下倒一下就可以了，往下倒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比划一下，看一下那个薄厚以及高度都合不合适，没有问题的话就把那个棱角给它捏出来。你现在去听一下蛙哥的课，怎么说呢？虽然说还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乖了很多，变成了一个可乖可乖的了，乖乖女。咋的？你想让月亮教你正比啊？那你去给他说，你去说月亮教正比。好，你看差不多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它的后脑勺靠近这个地方的话，都是比较薄一点的，偏薄一些，给它扣在这个脑袋上，稍微收一收。对，你像他现在讲课就乖了很多。啊，把它的那个边缘啊什么都收一收，你看脑袋上面就会高出一些。稍微抹一点凡士林，我觉得会好搓一点。你要是不抹凡士林的话，不好搓，然后你的脑袋这块就永远都是一些坑坑洼洼的。那慢慢的就是往前去推。啊，这些多余出来的，你如果不想要的话，其实咱们粘土的话，这种粘土的话，它干的会比较慢一点。拿我们的这个刀片啊，你要是不想要的话，你就用刀片，沿着我们的这个头发的这条线，
你把多余的给它拆掉就行，就可以了。加点凡士林，搓更健康。好嘞，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地方的话，坡度就是一定要一致啊，一定要一致，你别到这里嘚儿进去了，然后又出来了。所以说得稍微用我们的这个黑板，就是调整一下。啊，这个看每个人都习惯用什么工具啊，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有的人用手单纯搓就能搓得特别好，你要是不习惯的话，反正就是用尽一切办法给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左右两边一定要给它往里推一推，从正面的话尽量不要看到就是下方的这个头发，差不多能够看到上面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尽量就不要了啊。好，来搓一搓。好了，下面的话呢，这个脑袋的这个脑袋包的话，我们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啊。记住这块的话稍微会薄一点，成一个上面的一个趋势，然后再拐过来，拐到它的最高顶的脑袋后面的话，会成一个下坡的这个趋势，会下去。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粘头发的这个发际线的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进行一个制作。哎，你别说，你真的是，我当时也就是头脑发懵，然后事后我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太那个什么了，因为最近好像刷那个，我们下课可以说，我刷抖音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一个抖音有一个博主好像就是无缘无故，人家也没说他啥他就哭了，事后的话，其实发现也没啥，自己就哭了，哎。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它的这个脑袋的正中央，我们去找一下它的这个发旋的这个位置啊，差不多是在脑袋的这个，哎，这个部分的这个正中央，我找错了啊，啊，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区域。然后等一下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子去进行一个制作。啊，这也是它的中心点嘛，对不对？就是给它分成这样，哎，跟我们之前一样，就给它分成这样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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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呢，发旋中间前面的话呢，就给它来一条这样的竖线，然后给它就是往下去分成一组、两组的这种，哎，就是这个道理。确定好中间的这个发旋，然后呢，我们的头发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成这个，哎，这个尖尖的这个形状去给它贴。贴完之后，前面这一部分给它按竖线，然后给它搭下来就 OK 了。接下来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刘海的部分了，好吧？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制作。首先，我们今天是一个渐变色的头发，所以说需要赶一个渐变。9月1号开学，哎呀，你9月2号就要开课了。Hello， 莉莉嘎，还在补冰山王子。哎，我好像点作业的时候经常能够点到你的。我发现真的好哼大哥，你就是吃瓜第一人，我跟你说。好，首先的话呢，这个渐变色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好赶的啊，是比较简单的，只不过比较费时间。首先的话，先是一个黄色的，给它搓成一个长条。简单的，哎，给它先按扁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拿出，差不多等量的，没啥事儿，是我属于我内心脆弱，真的是属于我内心脆弱。那段时间的话，好像是因为那周课很多，然后绷不住，他就没说啥，然后我自己就绷不住了。然后第二天睡了一觉起来，发现我昨天晚上是不是脑袋抽搐了？我在干嘛？就相当的后悔。好，然后给它们就是粘在一起。记住这个蓝色的话，它一定要就是稍微小一点，因为咱们这个蓝色它只是占一部分，多数还是以黄色为主的，所以说咱们蓝色肯定得少一点点。
对啊，就是大家该交作业的也要抓紧时间去交。那个福利我做完之后，你们也不用管是啥，反正就是，你们做完，就我做完之后就会发给你们的那个学管，然后他通知你们去联系他就可以了，好吧？然后那个领取方式跟我们之前的微缩场景差不多，首先就是分一个上课作业的提交，就是交够16份作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听满20节直播课。啊，就听满咱们的这个直播课就可以，2个满其一就行啊。具体的福利还没定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去赶了。赶的时候就是不用赶的特别薄，因为咱们不用赶那个很薄的薄片，所以说不用赶的特别薄，就差不多稍微厚一点啊，然后给他们去对折。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翟阿姨这话真是绝了。你说哪个条件我都能满足，因为翟阿姨就没有你不在的，哪一节课就没有你不在的。就这样反复的去对折。慢慢的渐变就出来了，不要看它现在丝毫不动，我也纠结为什么它这个渐变丝毫不动，啊，慢慢有了，慢慢有了，啊，咱慢慢来赶，以后你们想要做渐变的话，就用这个方法。你也是，千寻你也是。啊，是，你不在很无趣。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嘛，我们就赶1片这个渐变就行了。然后我就省着做啊。这一片渐变赶完之后，我们用它来制作我们最外层的一层头发，里面那一层就用黄色做就可以了啊。要不然的话，我这节课可能都一直在赶渐变了。20多遍还是一道红。你看我现在终于有了。你们在赶的时候，其实可以就是稍微的错位一下，比如说你看这是对齐的，你稍微拐个弯，稍微拐个弯，但是你不要拐的这么狠，你就轻轻的不要对齐，稍微拐个弯就 OK 了。对呀，我可能就是被他们几个练出来的吧。我现在话可愁了。然后别人怼我一句，我都能怼回去。以前晴子怼我从来都怼不回去。然后现在晴子都我有时候就是我不是总在上面嘛，然后他也见不到我，然后有时候偶尔见到我之后，他怼我一句，然后我立马怼回去，把他都惊呆了。做一个啥渐变的这个暗红系的衣服，你就黑红呗。黑红还有啥呀？我就只能想起一个黑红色。问一下黑桃，黑桃你觉得嘞？我这个色彩搭配，说实话，不是很彪悍。我以前就是素描还可以，我以前是素描还可以，水粉就很垃圾。色彩搭配我真的是，我只会固定的一些色彩搭配，像同色系啊或者是什么对比色固定的。再多我就不敢乱搭配了。哇，这个渐变色真的是我在家赶的时候明明赶得很快呀，为什么现在就是赶了这么久了还是这个玩意儿？色弱还好，就是怎么说呢？我是那种胆子比较小，就是有的人胆子大，你知道吗？他就敢用那个色彩，他就敢搭配。像我是那种比较胆小的，有时候就不敢乱搭配，所以说我一般都是尽量使用同色或者是什么就比较简单的一些色彩搭配。再难的话我就不敢了。啊，你看慢慢就出来了，是不是？其实我之前学美术的时候，有同学不但色弱，好像还就是那个什么红绿分不清还是怎么的了，然后不知道他考上了没。
好，你看，哎呀，你说成功它就成功了，天呐，不枉我擀了这么久。好，差不多了。然后厚度的话呢，就是你们千万不要给它擀成很薄的这个薄片，咱们是要有一个厚度的这个粘土片的啊，就是差不多是有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厚度，就不能太薄，不能太薄，要稍微控制一下。啊，你是咋回事啊？咋动不动你就被屏蔽了？是干了啥事儿了？啊，把这都切了，然后去检查一下它的这个薄厚程度，给它来回去这样擀一擀，让它的薄厚程度都统一一下啊，就是不要有的厚有的薄。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多余的一些给它裁掉。然后我们把这个渐变色给它放在一边吧。然后我放在那个文件袋里边，我今天终于幸运的拿了我的文件夹，我把它放进去。我们等一下做那个最外层的时候我用它啊。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你们最好就是直接里面那一层就用这个渐变的颜色啊，因为如果我再擀一个渐片的话，那估计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啊。所以我里面这个的话，我用黄色代替。啊，你们就不要用了，你们就用这个渐变色做就可以了。好，把它都放到一边，我们来开始做它最里边的那一层发片。好，把它放在一边了啊，我放在地上了。对。就是说，为什么小孩子画的画都给人感觉哇，就跟就很有感觉，就很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孩子都长大，他没有那种条条框框的，没有那种条条框框局限他的话呢，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绘制，就一般绘制出来的这些色彩搭配都还是蛮好的。像我的话，性格是属于那种很拘谨的，就很小心。所以说我做东西的话，你们也可以看出我做的东西都是那种就很规规矩矩的，就没有像那个其他老师一样，就是非常的就是飘逸很飒的那种感觉。我的东西都很规矩。栗子老师有趣吗？栗子老师还可以，还可以。栗子老师以前的外号叫什么？叫什么大汉来着？可逗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先用黄色来代替了啊，我就先给它擀一个2毫米的这个薄片。我们今天的这个发片的话，它不用说擀的有多厚啊，就是2毫米到3毫米之间就可以了。对，晴子之前也说你这做的，包括那个大鱼也是这样，大鱼也是。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就是制作一下它那个最里面的那层头发。你们可以先去确定一下你这个头发打算做多长。哎，这个长度的话呢，我这里就不能给你们说做多长了，你们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喜欢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可以先把这个肉手有特色。哎，那我以前手也有特色，那不是最近胖到了110，真的是绝了！每天晚上回家都要吃饭，一吃饭就胖。好，最好的话就是把你的整个头插进去之后，我们从正面是能够看到脖子的啊，稍微露出一点脖子，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你稍微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脖子稍微短一点的话，你看你脖子要稍微短一点的话，它会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猥琐。但是你要脖子稍微长那么一点点的话，整个人给你感觉就是亭亭玉立的那种。所以说这个脖子长短对于你作品最后的呈现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包括你这样按进去的话，从视觉上正面视觉上给人感觉像是脖子前倾，就是脖子往前拱的。还有的同学的话，他在安装的时候，他是安装在了这个地方啊，你们从侧面看的话，他的整个脖子就是感觉就是往前顶的那种。所以说你最好把脖子给它往前安，也不要给它往太后的地方去安。啊，差不多就是
哎，这个样子的，就是露出来的这个部分差不多有一个5-6毫米左右的一个脖子的这个长度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的话，脖子摆正啊，脖子摆到这个正面就可以了。里面的话可以插一根铁丝呀、牙签呀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可以确定一下你想要多长，比如说你想要刚到它的这个裙子底下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然后你可以用我们的工具去简单的测量一下，从它的这个半路啊，咱们这是从它脑袋这个半路出发的啊，差不多是这么长，到它的裙子边缘啊，也就是一个8厘米，但是我们的头发要给它弯弯曲曲的，所以说给它做成一个9厘米或10厘米长的一个头发就可以了啊。就是做成一个9厘米的就行。我这没有铁丝，我去找一找铁丝。哦，对，我之前说的那个我们班那个就是色弱还是色盲来着，就是他画出来的作品是很有色调的，就是就比如说一幅作品它是偏紫调啊、蓝调之类的，他的那个作品的那个调调很统一。你像有些人画的就是就色调可乱了，要么就也不知道是偏冷偏暖，但是那个男同学人家的色调就是整体都偏粉，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当时那个老师还说，哎呀，这还不错，这说不定能考上哪个学校呢，有自己的那个调调。好，你看你的衣服的话，如果没粘牢的话，它也是会这样晃动的，所以说里面的话最好也是给它插一根铁丝，或者是用白乳胶给它粘牢一点，不然的话，你看这都要掉了，你看我的都要掉了，就没粘牢就会掉。好，差不多插进去，然后这样的话脖子能稍微插牢一点，就 OK 了。这衣服这衣服这给它粘牢一点吧。里边的衣服没粘牢，它往下，它那个什么，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在旁边，我们来开始做头发。我让它先坐在这个地方啊，先坐在这个地方。算了吧，我把这个身体拔下来吧，拔下来放在这个上面吧。拔下来放在这个上面，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然后拿出我们那个发片。好，差不多是一个，你看这就可以了吧，这就刚好合适了。然后我把多余的给它切掉。然后这个发片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长条就可以了啊，就是一个长条，要多切几片长条。就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很重复、很枯燥的一个环节。好，跟我们之前一样，稍微加点凡士林，去把边缘啊，边缘的话就一定不要有那个刚才切割的那个棱角。你不管是用手搓还是说用亚克力板按都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弓着。在搓的过程中，边缘如果发生了一些就是变形啊，或者是被你搓的多出来的一些部分，要调整一下。还有就是你先确定好你哪一个头发是贴在头皮上的，贴在头皮上的那一侧的头发，你得给它搓的就是扁一点、薄一点。就是要特别薄，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在贴第2层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鼓出来。你一定要给它弄得特别薄，特别薄。差不多了。然后发尾的话，其实也可以稍微就是让它稍微薄一点，就是小区域的。这个是大面积的弄薄，这个是小区域的弄薄，就是把它的尾巴这个地方弄薄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用你的这个就是用这个亚克力板，然后我们这样给它去按压一下它这个纹理。纹理的话呢，相同也是可以有长有短的啊，有长有短。然后拿出我们的剪刀，开始去修剪一下它的这个发尾的这个发丝的这个部分。这剪刀怎么剪不开了呀？
我在剪的时候，我都是给它就是换着弯弯剪的。就这个剪刀不是弯的嘛，我都会换着给它剪。然后剪完之后的话呢，你稍微就是给它就是尾巴的话，稍微给它就是聚拢一些，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炸开了。你稍微给它聚拢一些，然后这些尖尖的地方你不要让它聚拢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弯曲一下它的这个弧度了。首先的话是发尾的话，稍微给它轻轻的这样弯一弯。弯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全都是弯的一模一样的吧，你就是有前有后这样的一个弯曲的这个层次感，你看。就是有的是翘起来的，有的是弯进去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去给它进行一个弯曲，就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啊，弯好之后的话，你其实可以放在你们的这个头的上方啊，放上去，你先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然后你稍微有的同学可能就贴的有点狠了，贴到它的后面了，你只需要给它就是轻轻的贴到一半，然后呢，你让它往外拱一拱啊，贴到一半让它往外拱，然后再往这边，这波浪形的话，它就大体出来了，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造型。然后呢，你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弧度，我们给它定下来，包括你第一个就是头发的第一个弧度定下来之后，你可以将它就是拿下来，稍微给它拿下来，然后在下面将弧度给它差不多调好。好，就放在旁边让它晾干就 OK 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你看这像不像半身的？接下来就同样的方法去把剩余的全做了就可以了。把这个就放在旁边。可能这个头发就要你们做到崩溃。然后的话呢，就是接下来为了省时间的话呢，它边缘啊我就不搓了，但你们做的时候一定得搓，一定得搓，记住了吗？一定得搓，你要不搓的话不行的啊，一定得搓。就是我为了要不然的话这搓我跟你说这得搓2小时，这得搓一个小时呢，这估计得搓大半夜了都。啊，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看回放的同学，这里就不要跟着我学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同学啊，你上课再怎么强调，我跟你说，他课后他还不做，他课后他就老师教的啥他就做啥，你一定要记住，按照这个的发片进行一个制作。这个的话呢，咱们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给你们做的就特别的详细了啊，差不多给大家表现一下就可以了。你们做的时候一定要详细啊。按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有长有短的去按。可以，可以，可以，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然，还有一个方法的话，就是不用擀薄片去切了。你们可以怎么样呢？搓长条，搓长条。就是你们如果不做渐变的头发的话，其实你们是可以搓长条，然后给它按扁，然后做发丝的，就不用这样切了，就可以直接搓长条按。啊，你看这块这就是要炸开了，你要稍微就是给它往里稍微收一收。大概给它往里弯一弯。Hello， 兔兔丫丫，这有啥舍不得的？我以后还在呢，常在。好，沿着刚才那一片弧度，我们给它把那个形状给它拱出来。啊，就差不多按照这个形状，大家都梗一梗。为初中的生物课打基础，这是个好主意。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继续，然后接下来就像若若说的啊，咱就快速一点啦。第一层的话呢，咱们也是
虽然说你不用把第一层就是填的特别满，但是你大体上面的话还是要去给它填一填的。哎，我这里啊，我怎么这么笨呢？我们可以给它把两端都给它按一按，不就可以了吗？这方法不就很节省时间了吗？我真的是脑袋呀，不中用啊，只会想笨办法。好，还是前面这一端是要大面积的按薄，后面的话是这个最后方是小面积的给它按薄就行了。然后我们给它快速的用压痕刀，可以就是用这个，这叫什么来着？啊，就是有长有短，可以看出吗？就是它是有长的有短的，就是有的是切到一半就没有了，甚至你也可以就是从下面开始往这边去切。现在不小学生都有那个什么课吗？都有那个什么安全课吗？教小朋友了解那些，这样的话就以后就容易保护自己了。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大面积的压痕，然后你可以用压痕刀去按压一些小面积的这些发丝，就是因为这压痕刀它也就这么长，它总不可能从这给你按到那边嘛，所以说你最后的话可以用这些小压痕刀，就是局部的去按压一些发丝，可以让你的这个发丝增加它的一个细致程度。好，就是这样的方法，我们去做就可以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应该接下来的过程应该就不怕翻车了，因为接下来的步骤全都是重复的，不怕翻车了。我们可以缩一缩，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这个咱们之前学的知识点都能用上呀，把这个发片往外推，啊，都可以。之前学的那些都可以用上。稍微错位一点点。哎呀，我天呐，我突然间想起我小时候，小时候以前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在直播间说，反正就很特别残忍，就流行什么拐卖儿童，还有就是反正可乱七八糟了。那段时间就是我们那边弄得人心惶惶，然后家长也不会让我们骑着车子出去玩，就每天都在家里躲着，就是老老实实的，家长接你上学接你下学，就那段时间可乱了。然后有时候我们以前上课，老师都会给我们讲这些就是拐卖儿童的案例，说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要吓死了。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哥就是去镇上买点吃的，后面就有一个骑摩托的，我跟你讲，你说一个骑摩托，我们骑自行车都比他骑摩托快，那骑了个摩托，那磨磨唧唧的跟在我们的后面，哎呦我勒个天呐，还是我们家我们那边有一个人，与我们一同走了一段路，然后那个骑摩托的人就走了，天呐，太可怕了，要不然你们都见不到我了，我可能就已经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啊，这个小叉叉的话可长可短啊，可长可短。给它弯一弯。对，就是肉肉说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好像就是好像是十几岁，就是我是听我妈说的，我说我们家那边有个亲戚，就跟我当时的话是多少岁来着？反正应该是20岁吧。然后就是下了车，然后别人就说：“哎，你妈让我来接你了。”然后就被人带走了，被人带走之后就关在家里的地窖里面，真的，就感觉特别可怕。然后我同学之前好像就是自己打的，
然后他让司机往左转，司机就不往左转，吓得他赶紧就开那个门就跳下去了，就从车上跳下去了，贼吓人了。所以说小朋友以后出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可能在哪个路边要饭呢？天哪，翟阿姨，那可能说不定你还能够给我一点你的什么小白鱼，是不是？说不定还能碰上你给我一点你的炸小白鱼呢。高中主任，哎呀，水晶球，你这来的真的是，你们家宝贝睡着了吗？其实这些都差不多了，我感觉这制作速度可以啊。今天没炸，那指不定，哎，我要是去要饭，你指不定都不给呢，连正眼说不定都不鸟我一眼，我还得抱着你的大腿，求求大姐，求求大姐，给一点饭吧，给一点饭吧。弯一弯，好，差不多了吧？然后你就是等它晾到半干，你就可以去给它贴上去了，稍微让它固定一下形状，因为这形状要是固定不好的话，它就是怎么说呢？它就反正就不太就你就虽然说它半干，我跟你说，你贴到脑袋上面，它还会抻直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好，给它的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抹一点。哎，我的这个纸巾呢？擦一下。会给钱？哎呦，翟阿姨，你还会给我钱？那给钱也实在，我可以出去搓一顿。好，我们下面的话就可以开始去进行一个粘贴了。一定要注意调整一下啊。这你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个侧面啊，我并没有说完全包到了下面，没有的，只是包住了那么一点点、一丢丢的这个位置，让它有一个轻微的往里的一个弧度，就轻微的往里一下子就出来了，就不是说一直往里走然后再出来，是轻微的往里走一下又拐出来了，是这种的感觉。哎，五毛人现在人都不要，你这是小气。我之前就是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就给别人一块，好像是不是一块，好像也是几毛来着。就是我把他兜里的所有的零钱，就那些1毛2毛的那些零钱，全都给他了。他说人家就没鸟我，人家就走了，人家就看不上，人家就走了。所以说你到时候你给的我的那个钱，说不定我都看不上，说不定我扭头就走了。对，这种叫蛋卷头。渐变的话就太麻烦，我们稍微给它的就是，哎，这四周都给它稍微粘一些，你不用挨得特别紧，简单的给它就是粘一些就可以了。只是为了怕你只粘一层的话会显得很空，所以说你大概粘这么一层就行。蛋卷头显得发量多，你知道吗？啊，就差不多给它就是粘这么几个就行了啊。你也可以用一些什么海绵支撑啊，用一些棉花啊去支撑它都 OK 的。包括你想让它飘起来的话呢，那么你只能就是给它飘逸的动作给它固定在这儿，然后下面呢用棉花或者是铁丝给它撑起来，
啊，就比如说一个铁丝给它在这撑着，你就只能这样，要不然它真的就是很难固定的。你得让它这样固定晾着个一晚上，它才能给你固定死了，才不会往下耷拉。你一般的话，你这样耷拉，它都会慢慢就给你耷拉下来了。啊，我把这个拱的太狠了，大家就是这个波浪的话，拱的不要太狠了，轻微的拱个小波浪就行了。啊，你看从正面看的话，轻微拱个一个小波浪就行，然后给它放在旁边，差不多把它后面都补上，放在旁边。然后这个还多了粘它这边吧。谁呀？来自快乐星球。啊，你看差不多就 OK 啦。然后放上去，然后我们来开始做它那个后脑勺的那个头发。记住，后脑勺它是分组的啊，前面是尖尖的，就不能跟这个一样了，前面是尖尖的。啊，这个时候拿我们的这个尖辫拿出来，确定一下这个长度，这长度刚刚好。好，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啊，就差不多是一个三角的这个感觉了。但是你不要直直的咔咔切个三角形，你稍微把这个刀片稍微拱一下，你把就这个地方稍微拱一下。我们要让这个尖尖的这个地方啊，你可以这样吧，这样。用大剪刀，因为我们需要让它这个尖尖的给它这个尖尖的稍微大一点。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度，从我们刚才按压的这个发旋的地方开始，看看它的这个看它这个头发的话，如果弯曲起来的话，长度怎么样？啊，差不多，它这个长度差不多，跟最下面这一层差不多，然后就 OK 了。给它放在旁边，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了。还站不住。咋跟带了个弹簧一样放不住？翅膀我就先撤了啊，翅膀先撤了，先撤了那个翅膀。啊，我真的是要烦死了，这身体我还坐不住它，就坐地上吧。啊，坐不住它就让它坐地上吧，这头发也别那么长了，就刚好拖地就行。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你做到第二层的话，你第一层可以随便，但是你第二层就不能随便了，要把该表现的都给它表现出来。然后这里的话，我为了省时间，然后我就这样去给它按。你们的话呢，可以用手去搓，我觉得用手搓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用手搓的话会更好，然后尾巴稍微给它轻轻的按薄一些，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哎，就是用这个亚克力板，就是你不要这样躺着摁，你稍微把板子立起来一点点，就是按那么个长的，再按几个短的。短的话，你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压痕刀来进行一个按压。然后可以从这边开始，来几个短的，就 OK 了。Hello， 淘气包包，你是哪个班的呀？稍微收一收，弯一弯。然后你可以就是大体的，我们可以先从它的这个正中间的这，你可以不用按照这个，这个只是为了方便你们观看，我给你们简单的画出来的。一般的话就不要按照那个来了。
啊，差不多的话，你把它的这个弧度大体的表现出来之后，给它拿下来，我们就开始给它把这个弯弯的给它定型，发尾稍微给它拱一拱，好，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我们来开始继续制作。最外一层就要把天哪，尴尬，我咋都没见过你呢？啊，还是先去切长条啊。Hello，四阿哥了，之前来过，我还认识。因为不常说话，我都不熟啊。你们以后来了要常说话。把这个黄色的一端先给它剪一个那种比较大一点的。你我更不记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连个名字都没有，你这上面连个名字都没有。天哪，粘土使我快乐。你是？你们这最后一节课都开始活跃起来了啊？为啥平时不活跃呢？都是一些我陌生的名字，真的是到最后一节课了。对，我今天是最后一节。但你们不是最后一节，你们还有古风，还有日漫，对不对？然后有的同学还有微苏，好，稍微把这个尾端稍微收一收，轻轻的捏一捏就可以了，稍微给它拱一拱。谁是乌龟啊？谁是乌龟？粘土使我快乐，你是乌龟吗？你是大乌龟吗？天哪，原来是你！你不认识名字改了，我是真不认识，还头像还换了。差不多按照这个拱起来，拱起来。好嘞，就这样，继续。我还不知道呢，那领导还没给我通知呢，通知了之后我才知道啊。咋的了？你想要跳到我的班去？我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带哪个班呢。哈哈哈，对，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应该都会吧，应该没有就是特别不懂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块都还挺简单的，so easy， 这就很重复。你去蹭我的课啊？行啊。我哪天开课，我在那个体验课上给你通知。做了锅贴。啊，锅贴，是粘土做的还是能吃的锅贴呀？其实用这个弯头剪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要是平时不那个什么的话，你尽量就是沿着这个弧度去剪会更好。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剪到转个个，沿着弧度去剪的话，我觉得线条会更自然一些。那你家闺女多大呀？
你那头像一直都是粉的，我只记得你的头像一直都是粉的，不仔细看是看不出你换头像。你的头像都是粉哒哒的，粉哒哒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你家闺女要是几？我有点自愧不如啊，我得学做饭呢，我有点尴尬呀，我有点赶不上小朋友了，有点慌张啊，加油！学饭，赶紧学饭，赶紧学饭！不行了，这真的是，小朋友都赶上我了，我不能再这么懒了。好，我们就现在可以贴嘛，就是从中间开始去进行一个粘贴，然后把咱们这个弯弯的这个弧度，哎，完了，这有点偏长了。好的，好的，我开课我给你们通知。啊，就是，你的这个第二层的话呢，就尽可能沿着第一层的这个弧度来就行了啊，就是尽可能沿着这个第一层弧度，它的弧度是什么样子的，你第二层的弧度就差不多是什么样子的就 OK 了。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尽量粘在它两个的缝这个地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整个头发会更加的就是饱满一点点。哎，找个男朋友会做饭的男朋友，那找个厨师得了，那直接找个厨师得了。啊，就是尽量给它贴近一点，让它表面是那种平平的啊，中间不要有那么大的缝，尽量贴的紧密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头发你可不能像第一层中间留那么大的缝了啊，你稍微挨得紧一点，你就稍微挨得紧一点。是吗？厨师在家都不喜欢做饭，那你说找他干嘛？可能是在公司可能是在工作的地方都做够了都。啊，其实你们也可以就是轻微的，比如说这个稍微往内一点点，然后这样的去给它错开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那我这就是怎么说呢，干的有点快了，它已经弯不出那种弧度了。这谁啊？说的真的是绝了，千寻你。好，差不多，那这3片就已经够了。好，这块的缝的话稍微调整一下，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到时候的话，中间的缝隙稍微给它加一些小碎发就行。就第一层的话，也不要与就是你最外层也不要与最里面那层就是贴得太近了啊，你稍微保持那么一丢丢的距离啊，会更好一些。然后我把就是这半番都给大家做完啊。这个头发就比较麻烦嘛，你像之前咱们这头发是不是发片越做越多？那我就为了省点事儿，我直接给它按。你看，你要是想偷懒的话，你就用我这个方法偷懒，是不是？你用这个方法偷懒，一次性就把这些发片全给它搞出来。啊，留出一些，咱们要用它来做小碎发，这些要给它预留好了。
啊，这些的话宽窄都可以不用一致啊，你不用。哎呀妈呀，我就说怎么切起来手那么痛，刀拿反了。然后璎珞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调研后悔老师的课，我发现就是很多老师他都，哎，也就是你也是那种很令老师骄傲的学生，你知道吗？就是每次上那个体验课的时候，老师就是很多老师都会把你的作品发出去，说啊这个是一个小学生做的，天哪，你说想想都震撼，是不是？你看一个小学生做的都那么好。但是它那个刀片不算很锋利，但是你们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小朋友啊，用的时候一定得小心一点。你这样的话，咱们用其实都没关系。我用那个的话，对，之前不是有老师说，为了区分它那个刀片的正反面，可以在上面去就是贴一层那个什么嘛？啊，弄错了啊，是剪一个这个直的，是可以在上面去贴一层那个什么纸胶带。然后就能够区分出正反面了，就不用怕拿反了。对，大家的话就贴胶带吧。璎珞也是一个比较很优秀的一个 CSN， 厉害厉害。好，这个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直的了，因为咱们这个已经做完了，前面的部分的话，咱们就要来开始贴这种比较直一点的这个头发了，就前端这块是一个直直的这种。然后他们这个发缝一定要记得去处理平整了啊，不要说就不管了，稍微叠加一点也没关系。好，接下来是下面一层，学粘土要从娃娃抓起，从小抓起。好，就这个就是长短呀、粗细呀，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一定要等粘土啊！你看现在粘土要稍微干一点，嘚儿它就会给你蓬没了，嘚儿就蓬没了。好，去把前面这块对齐就可以了。后面这块的话，你到这块的话，你也不用说一定要硬着与它贴得很紧，你稍微就是叠加在它的上面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就稍微往它上面去叠加一点点，都是 OK 的。好了，然后你看这个头发就已经给它，制作完了，给它放在一边。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另外一边给它补齐就 OK 了，就是这样子的，啊，一小片一小片。然后，我们车还有一点粘土，我们先不补吧，我们先来说一下怎么去添加一些就是这个小的碎发，还是用这个渐变色的，我们给它就是切一块这样的一个粘土。啊，切块特别细的粘土，拿出我们的这个亚克力板，给它进行一个搓。它这个是尾端嘛，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得搓尖一点点。粘土干了都搓不起来了啊，尖端尽可能要尖一点。整缕头发的话呢，一定要尽可能就是搓的稍微圆润一些。
第一，你可以从头开始去补；第二，你也可以从半路去补。从半路去补的话呢，看好了，我们把这个一端，就是给它两端都给它弄成那种就是尖尖的这种，啊，两端都弄成这种尖尖的，然后你给它就是弯曲一点点的这个弧度。要弯曲一点的这个弧度，你可以从半路补，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啊，你可以从半路开始补，贴在它们的这个缝里面。记住这个尖尖的话，稍微尖一点，长一些，贴在它的这个缝里面。然后去添加一些这样的一个小碎发。小碎发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就是让它凸起来这么一点点啊。就是这样子的，它的小碎发就是这样去粘贴的。这个的话就是粘土有点干了，它不太好弄了。啊，就是这样，让它稍微翘起来一点，就 OK 了。啊，这个就是一个碎发的一个添加，就尽量的话稍微多添加几个碎发的话，这样你的头发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死板了。你像这个的话都是贴的有点紧了。稍微保持一点的这个距离，就是添加这么几缕这个小碎发，这样的话至少就不会显得啊全都是一样的宽度了，对不对？啊，我们给它放在一边，可以给它加一点这个棉花定型啊，你可以稍微加一点这样的一个小棉花，那给它下面垫一垫，防止它与我们前面那一层头发就是贴得太紧。好，我们就给它放到旁边，继续去开始制作。好，这个发片的宽窄的话就随意了啊，随意了。亲闺女牌外卖了，天哪！啊，怎么是外卖呀？怎么是外卖呀？好，我们接下来的话，这边贴完就贴这边啊，就是你的整个头发这块一定要就是弄紧密一点点。哎，我这是也是在给自己找罪受啊！你说干嘛呢？这是？哎，真是的。啊啊！天哪！你看，就是你里面的话，你看我里面就是贴了挺多层的，都是这种比较窄的，贴了很多层。所以说你在贴完第二层之后，你整个头发是很多的，很多的。然后你看，比如说你的最外面这一层，两个中间有一个发缝，那么我们下面因为之前有一层发缝了，所以说你中间最外层它有发缝的话，它也看起来不会显得头发很少很秃，因为底下有一层打底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做第二层的一个意义。那中间这个缝的话就稍微有点大，你们在做的时候可以让它的这个缝稍微小一点。啊，
啊，什么呀？完全听不懂。你是对我刚才讲的完全听不懂吗？同学。苏玉薇还有瑶瑶，你是对我刚才讲的听不懂吗？唉，我这都是偷懒的方法，你们可不要学哦。你们得一片一片慢慢做，认真做，就是稍微耗费一点时间，其实你最后的一个作品呈现的话，它是能看出来的，就是能看出来你是偷懒了，还是有没有认真去制作了。一般耗时稍微久一点的话，我觉得你的作品看起来它会精致很多，真的。像我的这个头发的话，它还是做了蛮久的。啊，吓死我了！如果也没有说啥呀，这大家都听不懂了。来，新一个真题。这个前面的这个尖尖的，它的这个粗细的话，要根据我们最终的一个情况去不停的调整啊。可以给它就是稍微叠加一点。这块的这个水滴前面的这个尖尖就要那种细长细长的。好，差不多，把它们蹲在这个地上。你真的是，哎，行吧，那你反正现在也挺无聊的，你就给大家讲讲笑话吧，让大家乐一乐。好了，然后它的这个最外层的这个披肩发的话，就差不多，快完了。我们再把前面这两个给它补一下，就 OK 啦。终于快要结束了，给自己鼓个掌。叫你清末 ，OK。我直接就沿着它这个宽度切就可以了啊，我直接可以沿着它这个宽度去修剪一个，然后下面的话呢，我可以去把它那个发缝给它修剪的大一点就行。你们在专心看我做头发，我在专心看弹幕，我这眼睛时不时的就想往弹幕上瞟一下你们说了啥，但是你们有的人啊，那打字就是一长串，我这哪有时间去看你那个那么长的字儿啊？你这字打的太长了。因为我是在不停的就是换它这个剪刀的这个面儿，就是给它翻过来。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你们不想翻的话也没关系。聚拢一下，可以给它就是稍微贴上去。第一层还没做完，这真的得做好久呢，慢慢做呗，不急。你得做精致了呀，你得做精致了呀。做精致的话，它是要花时间的，哪能说一节课你就能做完呀，是吧？啊，打到下面的话，它这不是剪了个很大的一个叉嘛，然后你就可以让两个就是，哎，稍微分开一点点。啊，但是尽量不要像这样啊，你尽量别都给我搞成这样子。给它加一点这个发丝纹理，然后让它的这些发缝啊都粘的就是哎稍微光滑一点，一圈的这种感觉。啊，一个往上一个，就是可以让你可以把这个往上推一推，从侧面看就是这样给它推出来，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头发的话呢，就是你看从正面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已经完的差不多了。然后下来的话就是你们自己去添加那个小碎发就可以了。我们来添加一下它这个小碎发。想去看心动的信号。想看你就看呗，啊，还在这里说，真是的。其实你们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听我讲课，一个脑子一脑多用，你知道吗？我经常干这事儿。哎，现在的小学生，看我以前上学写作业的时候，我都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那效率还贼高了。现在不行，现在小朋友的话看电视，那估计就脑袋就被那个电视剧勾走了。就在一些发缝的这个地方，给它去抹一点。啊，你就给它就是来这么几根，这样就稍微翘起来一点点的。多弄几根啊！不，我没有潜台词，水晶球你走吧，我不稀罕，你走吧，不稀罕，你走吧，我没有潜台词，你不要替肉肉下手，你走吧。经常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东西，然后做完之后随手一捏，完了又得重做了。一边回放不对，一边看直播，你这溜呀！你不怕做着做着被老师带节奏带跑了吗？啊，听小说一边做作业一边搓泥，璎珞你这才是绝呢。没有。水晶球说他要走，他要去看电视，我在调侃他呢。啊，你们就多加几个这样的小碎发就可以了，就尽量细一点啊，尽量细一点，不要太粗。哎呀，我勒个天呐，这好哼大哥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句，我听都听腻了啊，换几句行吗？啊，接下来的话，你看咱们这个披肩的这个头发就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的这个刘海的部分给它进行一个制作。首先的话，也是分为主刘海和左右两边的这个鬓发的部分。鬓发的话，有点像那种公主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就是，用粘土片开始做就可以了。哎妈呀，小果子说终于赶上直播了，那直播都快结束了。你说说你，
好，接下来的话是刘海，我们先来做中间的。一般的情况下，咱们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刘海，它不都是特别的宽嘛，对不对？啊，就是主要的那个刘海。挖沟为主，月为辅，这一诺你这脑袋才是绝子啊，才是绝了呀！你们这能学得进去吗？好，给它按扁啊，厚度的话跟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头发的厚度差不多，然后用手给它按扁，同样的这个道理啊，也是要把它的这个左右两侧给它就是调整一下的，给它左右两侧稍微调整扁一点点，把这个小尖尖稍微修剪一下。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按照你的这个刘海的这个地方放在我们这中央，啊，按下去。差不多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上眼线啊，就是这个上眼线稍微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卡在我们的眉毛和眼线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就 OK 了。我真的很佩服大美娘，天呐，是一边看文件一边看直播，你们这真的是绝了。好，边缘的话也要给它捏一捏。我找一找我的，哎呀，蛋形辅助器，幸好还在呢，要不在的话我就完蛋了。啊，然后我们给它就是先分几个大组吧，你比如说我们先给它这块分一个就是小分叉，这里分一个小分叉啊，然后这两个就是要给它修剪掉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再给它就是摁几个长长短短的这些小发丝就可以了。我们用剪刀把它剪掉。小鹿呢？怎么了？我在这儿呢。好，差不多了。然后你想要给它旁边剪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就是飘逸的小发丝的话，就给它剪下来。就是这种样子。好，我们给它就是粘好了，把尖尖这块调整好。好，稍微给它弯一点点的这个弧度啊。你从侧面看的话，它是有带弧度的，你千万别给我直不愣登的贴进去，稍微有点弧度的话会更好看一些。好了，然后我们这个第一片刘海的话就已经做完了，这是属于那种直刘海，然后我们接下来是给它贴几片比较小的这个刘海。左右两侧的话会偏小一点。哼，一诺，你不用后面还加小鹿吃什么了，你这最后才想起我，真的是。你课后等一下，你可以，算了，你是要给他们惊喜是吧？给惊喜的话，那就不能，我哪天告诉你吧。你哪天我上体验课，你来问我吧。我今天回去给你问，好吧？好，还是一个水滴形，按扁。但是这个水滴的话，它要稍微小一点点啊，要稍微小一点点的，就是包裹在它的这个左右两侧。尖一点，然后放上去，从中心的点开始，比对这个位置，拿下来剪掉。最想吃你的饭，那你给我寄一点呗，你给我寄一点呗，寄点油炸小白鱼。做个日程表。啊，然后边缘的这些小碎发的话，你也可以去给它先分组，分完组再去。哎，这话说得好。但我可能这边没有让他做饭的地方，他的厨艺在这边施展不开呀。
好，然后包括刚才修剪的这个发缝也要去处理，一定要注意，就是有的短，有的长啊。没办法，我每一次一上课的话，就是他都会说：“哎呀，我在吃什么？我在吃什么？”哼，真的是。好，可以把这个稍微就是弯一弯。啊，这种小齐刘海。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啊，一诺，你听谁瞎说的呀？他做的饭吃不死人就行了。你听谁说的？是他听他本人吧？也就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饭好吃。大体去标注一下位置，怎么去标记位置？按照你们自己的喜好来，不一定要非要跟我这个是一样的啊。哎呀，好啊！下课聊，下课聊。你先让我把最后这一点做完，别影响我。下课让我吃口瓜。好，修剪完之后就不管它，我们边缘还是要处理的。首先发缝往上延，加小碎发，加长碎发，都要加一加，尖捏尖一点。晴子的生日好像比我早还是比我晚来着？我给忘了，天哪，记不住。他应该比我早吧？是他先过，再是我过。啊，你看它中间的话会有一定的空隙感，不会说贴头皮贴的那么死。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可以去给它添加上它的那个就是左右两层那个鬓发的这个部分了啊。鬓发的话会偏长一点点，这个鬓发的话看你们要不要加，你们不想加的话也没关系，也可以不加。这生日还能这么随意说的吗？不能说的吧？拜拜，苏玉薇，拜拜。好，这个左右两边的这个鬓发的话，它会偏长一点，然后搓水滴偏长一些，按边，就是偏细长一点，不要做太宽了。先别说话啊，先让我冷静冷静，把我的课上完。好，然后我们就按照自己的一个长度，比如说你想要就是到它的这个下巴的这个地方，那你就在下巴的这个地方去剪掉它的这个多余的地方。这个瓜我得吃啊。好，一定要调整的这个细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你用剪刀大体的给它分成几组，就是这种小尖尖的这种组。哦，我的个妈呀！我们都爱听八卦，留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好，然后接下来给它刻画，是要从发缝这个地方走起的啊，随便刻画2个就可以了。好，然后这块的话稍微多一点，然后开始去进行一个弯曲，弯的话，这个可以给它弯出去，就是给它往外推，要稍微错位一点嘛，你就稍微错位一点点，像这样错开来，就不会显得那么死板了。
包括这个发缝的话，可以稍微给它修剪的长一点。给它往外推的狠一点，然后是这个，顺着这样啊，给它往外推的明显一点点。我们从它的这个开始给它进行一个粘贴。啊，就是这个样子。这块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处理的工整一点。好，这就是它的一个发型。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另外一个做出来就 OK 了。然后咱们最后再去添加一下它的这个帽子的一个制作，然后整个长发小美眉就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很简单？啊，最后这个帽子的话就特别简单，只不过是因为，哎，耳朵掉了呀，那个耳朵，因为我的那个帽子上面抹了很多的凡士林，然后我没有用白乳胶粘，然后它就呱唧，它就粘不住啊，就嘎叽就掉下去了。此时此刻真想放音乐啊！遇到这种重复性的东西，我真的好想放音乐，让我们燥起来。来，哎，粘好。你可以，比如说到了它的这个地方，可以给它往里摁，这块的头发往里摁，然后头发再拨起来。你看它的这个小鬓发，就是也可以给它搞成那种就是那种什么来着，那种波浪的，带有一点波浪的弧度的。好，然后咱们整个就是刘海的部分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制作一下它的那个帽子的这个部分，不然脑袋这个地方会显得特别的空。帽子的话呢，就是拿出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白色啊，这是我仅剩的一点点的白了。呵呵。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安静？那不是我的原因啊，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案例的话，它的做头发的重复性动作太多了，我没有话可说，我就只能在这看你们刷弹幕。他去年的话，他更油，油的都还得去油嘞，他去年油的要死，我跟你讲。今年都还好，今年正经了很多，是个正经人了，以前都不正经，我跟你讲。好，接下来的话，你就随机取出一个差不多直径在3厘米左右的，然后我们给它就往上摁，摁的稍微扁一点。你要是把这个摁的太厚的话，会显得脑袋就鼓出了一个大包一样啊，所以说要稍微摁扁一点。抹一点这个凡士林。抹一点凡士林，你这个才能，你这个帽子它才能做的比较光滑，就是用手搓着它才能够搓光滑一点。
然后跟我们的背影连帽一样，下后面的话稍微给它按的那个什么一点。好，这块可以就是稍微给它往下拨一拨。你要是不拨的话，你看它就往里凹了。你稍微给它拨一拨，它就没有往里凹的那么明显了。适当往下拨一拨。啊，再给它们拔下来。拔下来的话，就是再给它就是扣上去，看你怎么想，看你想怎么扣了啊。可以给它搞得再大一点。你们真是绝了！好，然后它的这个小帽子的话，就已经有点像厨师帽了啊。然后把那个帽子上面的2个小爪子给它做出来。前天为什么要等我？他没打我，我溜走了。但是吧，我又看他没下班，然后我就叫了一下他，他没揍我，他那个时候正，他估计还没想起来要打我呢。再说了，当时有那个他们都在，他怎么可能动手啊？公司那么多人呢。啊，搓一个就是小水滴，然后给它多余的剪掉，把它这个地方给它稍微按扁一点。啊，贴在这个左右两侧，就代表着这个是这个小萌物的这个爪子。是给我攒着憋大招呢？咋的了？他能把我咋的了啊？那他削我不成？不敢削我，削我就躺地上。他要敢动我，我跟你说，我立马躺地上。立马躺地上，哎呀哈，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啊，有人打我，让他给我出住院费、精神损失费。好了，然后这2个小爪子就做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小眼睛还有小嘴巴，这个的话你们应该都会做啊。哎呀，我还没有红色。算了，就不用那个了，我直接用这粘土做。然后我们等一下那个原腮红的话呢，看你们自己，可以用笔细画，也可以用粘土做。反正我那个是用笔细画上去的。这阿姨你过分了，好恶心，你真的是。好，给它做2个这样的一个小耳朵，耳朵要厚一点，要有质感一些。大美娘这才叫给力，直接起诉，这给力，这太给力了，比那个这阿姨的损招要强多了。你为什么还要和娃娃分居？你觉得嘞？来展现一下你的想象力，你觉得为什么？啊，这个耳朵的话就是不能太大，分别是粘在我们的这个左右两侧。咋的了？这最后一节课你们是要教我开车是吗？别，这璎珞还在呢。啊，一定要注意这2个这个耳朵的一个位置在一条直线上面，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对称性啊，这就是它的一个耳朵。最后的话，你们就可以给它贴上它的这个嘴巴、鼻子，是不是腮红？唉，这应该不用我讲了吧？这你们自己去贴就可以了啊。自己做就可以了，因为我找不到我的丙烯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添加啊。相信你们的萌物的话也是做过的啊，这个眼睛的鼻子会比较集中一点点啊，你们客户可以自己去制作哦。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其实就讲到这里了，最后把它的这个身体给它加上。我们今天我感觉我今天这个案例要比那个案例更加的御姐一些，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把这个身体给它粘牢，我就感觉就是脸型不一样，其实最后做出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这脖子有点薅的太往里了，太靠里了。就是它要比它这个就更加的萝莉一些，就证明脸型其实要决定大多数问题。像这个脸的话呢，它就是那种偏于很肉的，但是这个脸的话呢，它就会有更加的有棱角，更立体，更小巧一点，是不是？所以说最终的一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脖子没给它粘好啊，一定要露出它这个5毫米的大长脖子啊。好，我们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我把那个回放上传一下，然后咱们接下来就吃瓜，好不好？大家有什么瓜可以给我分享分享。